秦始皇活着的时候，项羽、刘邦为什么不敢造反呢？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驾崩，大秦帝国很快就陷入动荡之中，各地起义是风起云涌。项羽、刘邦率领的起义军异军突起，最终刘邦率先攻入咸阳，秦朝灭亡。有的朋友可能会问，那秦始皇活着的时候，项羽、刘邦为什么不敢造反呢？第一，项羽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没有造反，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。当时的6国贵族都有恢复自己国家的想法，但谁也不想做那只出头鸟，大家都在等着其他人率先起义之后，再顺势拉起反秦的大旗。其实在秦始皇在位时期，项梁、项羽叔侄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造反的准备工作。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，守天下兵器制造了12金人，这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手持武器能够造反。所以想要造反，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打造武器，而这个准备过程需要很长时间。终于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拉起了秦末天下大乱的序幕。陈胜的军队人数发展迅速，也吸引了秦朝绝大多数的军事力量。项梁见时机已经成熟，就率领8000子弟兵过江，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亡秦复楚的斗争中。第二，刘邦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没有造反，是因为他没有造反的理由。楚国的文人士大夫都很有气节，所以在楚国灭亡的时候，能够喊出楚岁3户，亡秦必楚，这句让秦始皇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祖宗。但是这刘邦并不是楚国贵族，他虽然也经历了国破，但是没有经历家亡。楚国灭亡其实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损失，因此他不像那些亡国的贵族一样，一心想着复国。而且在秦国灭掉楚国之后，实行了安抚政策，刘邦还做了泗水亭亭长，可以说他是享受到了秦朝的恩惠的。但是秦二世胡亥继位之后，大兴土木，令全国各地抽调徭役。刘邦所在的泗水亭需要出300名壮丁，刘邦的一伙兄弟都被迫去服徭役了，而他本人则负责押送这些徭役去咸阳。由于人们都知道去服徭役那简直就是九死一生啊，所以还不如逃跑呢。而这刘邦很仗义，干脆就做了个顺水人情，把大家遣散了。这随行的官差就跑回去向县令举报刘邦要造反，这刘邦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带着一伙愿意追随他的兄弟上了芒砀山，开始了他的造反之路。所以这刘邦造反完全是被迫的。第三，秦始皇活着的时候，天下没人有造反的实力。秦始皇在位时期实行的是高压统治，有各种措施防止6国的后裔东山再起，而且当时秦国的军队非常强悍，秦军的战斗力比其他国家的军队要强得太多了。况且当时天下平定，民风淳朴，项羽、刘邦即使起兵反秦，能够响应他们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的。虽然我们也看到了项羽、刘邦手里也有谋略的人才和一些军队，但是这比起秦始皇在位时所拥有的军队，那是差得太远了。所以只要是正常人，智商还在线，那么在秦始皇当政的情况之下，刘邦、项羽这些人是绝对不敢造反的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